你看啊，他都不敢上房间去睡觉，他拿下来给我，他说佛牌自己跳出来，我放包里面的，自己掉出来的。我们总说一个人体质弱、体虚，容易招阴，容易遇上所谓不干净的东西。可如果一个身材壮硕、阳气十足的人遇到了邪门的事情，会怎样呢？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泰岳。前几天好多朋友圈我让我去看一位叫亲爱的小拳拳的 UP 主的遭遇，现在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当事人老哥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职业拳击运动员，他叫林立拳，网上可以搜到许多他的光辉战绩。从照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非常帅气，而且很有安全感，你就叫他拳哥好了。前不久，应该是10月底，拳哥去泰国打比赛，他之前也经常去泰国。这次到了曼谷后，当地泰国朋友给了他一块看起来很精致小巧的水滴形佛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说是用来给他趋吉避凶用的。拳哥早就听说过关于泰国的种种邪门的传说，毕竟东南亚在灵异方面丝毫不次于日本。但拳哥他本人从不信这些的，他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阳气很重、身体很好的人。可是没想到，拳哥说，当他看到佛牌的那一刻，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瞬间在他的心头翻涌，让他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块佛牌。当天，拳哥骑着摩托车出门闲逛，在路上正常超车的瞬间，后方的大车突然猛地加速，按照这样的速度，他肯定要被大车追尾，非死即残。但明明已经反应不过来了，却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他说他并未来得及做任何的躲避动作。与此同时，他发现街道对面的另一侧车道，一名外卖小哥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倒在了地上，并且发出了刺耳的碰撞声。可外卖小哥身旁空空如也啊，没有车子，也没有障碍物，他是与空气撞在了一起。一旁围观的群众也面面相觑，一瞬间，拳哥觉得自己不会是被这块佛牌给保佑了吧？可之后的事情开始慢慢变得有些不对头了。白天，拳哥去参加比赛，并且获得了胜利。从图片中可以看出他那天意气风发。当晚，拳哥自己一个人骑摩托出去吃饭，那块佛牌他留在了酒店里，放进了自己背包的夹层中。刚出门没多久，同屋的朋友就急促地给他打来电话，说：“你赶紧回来。”朋友在电话里慌张地说：“你的佛牌在我的眼皮底下，竟然自己从包里跳出来了。”拳哥一头雾水，可朋友那边的语气异常激烈和疯狂，似乎陷入到极度恐惧中。拳哥见状，急忙掉头赶了回去。回到酒店后，二人进行了实验，把佛牌放回包里原来的位置。可你不管怎么尝试，怎么甩动，佛牌都没能从包里掉出来。可朋友坚称，刚刚他亲眼看见佛牌自己从包里跳出来。这个佛牌它是这样的哦，你看我是放在这个包里面，这个隔层的，这个隔层这里的，我是放在这里面这样的，然后你看。它就自己就掉到这个位置来了，你看，就大概就掉到这个位置，这个你看，我就放在这个位置哦，你看佛牌就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它都不会掉出来啊，没有人动它的。吴昊他说他就掉出来，你看，它不会掉啊，我手甩都不会掉啊，何况是没有人动这个包，它就躺在那里，然后那个牌自己就掉到这个地上了，你看，就是这样的，掉到这里来了。而且这个牌是这样的面向他的。朋友说，就像包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佛牌给抛出去了一样。你看他都不敢上房间去睡觉，他拿下来给我，他说佛牌自己跳出来，我放包里面的，自己掉出来的。此时拳哥根本没当回事儿这两段视频是拍给送他佛牌的朋友看的。视频中大家也能听出拳哥对这位室友带有一定的嘲弄，你觉得他就是胆子太小了。可是送佛牌的朋友回信息了，说这种情况是佛牌希望你离开现在待的这个地方。拳哥听完这话还是没当回事儿，晚上依旧在这家酒店里。可好巧不巧，这晚
他被蚊子给咬了，并且几天后被确诊为登革热啊。登革热这是后话，咱们一会儿再说。第二天，全哥又开始忙正事儿了。他来到曼谷市中心一家拳馆啊，准备训练。全哥说，平日里那个拳馆是个很热闹的地方，但是恰好那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拳馆还没开门，全哥就在一个通道处躲雨等雨停。一个不经意间的抬头，全哥发现自己头顶有一个类似于身着黑袍的影状物，这个怪物没有脚，看起来像是用双手撑着趴在顶棚上方，仿佛已经盯着自己看很久了。全哥以为自己是眼花，或者有个人在那儿看自己，稳了稳心神，又抬头看了一眼，结果那黑袍家伙还在原处保持着原样，一动不动在盯着自己，那就很吓人了。全哥一瞬间周身发凉，不敢留下来继续训练了，就匆匆回头回到下榻的酒店。到了晚上，全哥出门吃夜宵，出门前啊，室友严肃地说：“你把你那个佛牌给我带走啊，出门一定把它带身上。”全哥心想，这家伙怎么大惊小怪的？哎，听了这话，还就特意把佛牌放床头柜上的电话旁边出门了。到了深夜，全哥还在外面闲逛，朋友又打来电话，他用比上一次还要慌张与恐惧的语气说：“你先回来，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这些事儿，你赶紧回酒店。”挂断电话，全哥心想，这家伙又发什么神经呢？于是故意在外面又多逛了1个小时才回去。回到酒店后，朋友厉声问全哥：“你为什么出门前把这个佛牌放在电话旁边？”全哥说：“这他妈有关系吗？啊！”没想到这位朋友说：“从你走之后，这个电话就一直在响，每次我接听，电话里都传来嘟嘟嘟的占线声，每次我放下去没多久，电话就会又响起来，依旧是嘟嘟嘟，实在没办法了，我把线给拔了，才终于不响了。”全哥看着眼前的室友，简直想笑哈。他把电话线插上了，录下了接下来这段视频。昨天你那个佛牌在我面前跳出来，你看他现在又不响了吗？从你走后，我一来他就不响了。不是，我他妈的要崩溃，从你走。全哥说，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视频录制结束的一刻，电话瞬间响起。这次是全哥亲自接听的，果然真的是嘟嘟嘟。全哥拿着听筒和朋友面面相觑。这一刻，他终于相信这位朋友不是和自己恶作剧，不是大惊小怪。于是全哥把刚刚插上的电话线又给拔下来了。拔完电话线，全哥立刻下楼询问前台。前台说，如果电话响了，那肯定是有人打给你啊。实在解释不清，全哥只能回到房间，保持电话线断开的状态，和朋友睡下了。第3天晚上，全哥又骑着自己的小摩托去吃宵夜。在凌晨时分路过一片荒地的时候，看见一座奇奇怪怪、貌似荒废许久的大楼。全哥说，我就停车扭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前进。可刚起步的1秒钟，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林立全，而且叫我进去。全哥说，这个声音啊，不是听见的，而是我大脑里出现的那种。于是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座荒废的大楼，拍摄时间是1点36分凌晨。全哥说，后来出事后，他把照片删掉了，幸好后来在视频里找到了当时的截图。回到酒店后，全哥睡觉，可他说这晚总感觉有个人在自己床边站着。全哥问室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室友说，我从第1天来到这个房间就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个室友啊这几天都不睡卧室，睡外面的沙发。室友说他总觉得有个人站在卧室的衣柜旁边看着自己。全哥呀继续安慰自己啊，也许是比赛压力太大了的心理作用吧。一夜过去，第2天一早醒来，全哥发现自己发烧了，而且烧得很厉害。一个硬汉终于被病魔击倒了，吃了右边这个药退烧了，可没一会儿又烧起来了。全哥后来回忆说，这个烧啊很奇怪，烧一会儿退下来了，退下来几小时你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好像没得过病一样。出去和朋友吃宵夜，回到酒店之后就又开始烧了。只要待在那个酒店里面就发烧，只要出去吃东西或者和朋友坐坐就不发烧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3天，终于好了。
身体彻底好了之后，全哥启程回国。这是回国前一晚和朋友们吃饭时的合影，可以看出他虽然有些憔悴，但还是好的差不多了。可没想到回国之后，他又发烧了。去泰国旅游，但是 RNA 今天去泰国旅游，血常规那些也没有查，血常规查了淋巴白细胞减低，RNA 今天出来了。这次来到国内的医院看病，没想到经验血，他被确诊为登革热，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血小板好像降到了40-50。医生说你这个出血呀是止不住的，必须立刻住院。于是全哥被关进了这间单人隔离病房。隔离的这天夜晚，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这晚他还在发烧，夜里1点半左右他醒了过来啊。他后来回忆，就是在泰国遇见工厂拍照的那个同一时间1点半左右，他无聊下地在房间里走动。他走到窗户那里往外面看，外面还有好多当年隔离时用的集装箱还没有搬走。可突然刹那间，他顺着窗户往下看，居然看见了不久前在泰国看见的那个家伙。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家伙在泰国时穿的是黑袍，在这里变成了白袍。全哥说，他就死死地站在那儿盯着我，给我吓得一瞬间拉上窗帘，倒头睡过去了。然而反复复的发烧让自己睡了醒，醒了睡，这种发烧难受时的感觉，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5天后，11月10号，全哥出院了。可出院后他还是持续低烧，回家后的第5天，11月15号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全哥这天发烧又严重起来，准备第2天再回医院看看。而且这是自己家中，那种有人在窗边看着我的感觉又出现了。全哥和一位朋友炮姐聊天，诉说这件事儿，还半开玩笑说：“我明早要失联了，你帮我打120。”全哥把那块佛牌挂在了自家视频监视器的屏幕上，而且拍了照片给炮姐发过去。当时没觉得什么，可第2天一早再翻开照片放大看时，全哥发现自家监视器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本身没什么，但是第一，全哥确定自家屏幕上之前是没有这么大一块气泡的。第二，这张照片拍摄时背景中的窗户正是他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看的那个窗户，而且这个家伙不是穿白袍吗？这个气泡就突然出现在照片中和窗户重合的位置，会是巧合吗？之后全哥也不在家里待了出去走走逛逛，玩了好多天，终于把身体彻底养好了。确实，对一个职业拳击运动员来说，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个佛牌现在怎么样了事实上，听完全哥讲的这些事儿我也很懵。如果这些遭遇都是真的话，那么到底他是因为这个佛牌引起的后来一系列恐怖事件，还是说他本身就在泰国遭遇了不好的东西，恰巧是朋友送的这个佛牌救了他？全哥说他认为是后者，牌现在还在这里他认为是佛牌救了他。毕竟刚到泰国时那起车祸，以及佛牌在酒店中反复发出的所谓求生信号，都让他认为这个东西保佑了自己。而且他回想起当时泰国朋友送他这个佛牌时说的话，他本来是不想要的，那位泰国朋友却一定坚持要他收下，并且反复说这个东西是保你平安的，保你安全的。现在想起来这些，真的感慨万千。好了，以上就是知名拳击运动员林立全老哥去年在泰国遭遇的离奇恐怖遭遇。其实我们强行科学的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登革热感染在高烧不退之下烧糊涂了发生的种种幻觉。最后祝咱们的老哥身体健康，今后的比赛连战连胜，为国争光。再遇到鬼了，就记住刀哥那句话，一拳打死你妈。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此事的问题可以去评论区问问全哥最后还是请各位爸爸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邓肯解说。